又在暗自垂泪，怎么回回被我撞见？都这样了，你不哭不闹，不求我追加钱帛，倒还有力气收拾这些残花。蒋小花，你的韧劲可比你的花顽强多了。生意出了这样的岔子，我有愧蒋军的期待。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自己的手艺能让我一本万利，饼画的比15的满月还圆。我失望的不是这点小钱，而是我堂堂花鸟使，竟看走了眼。我的养花之才，您并没有看走眼。如今失败，皆是因为我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。哦，何出此言啊？我在山中挖这些花的时候，虽然知道会对其造成损伤，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移栽过多次，我便忽视了自己对山花的经验不足，以为凭借自己的手艺，还有好肥灌溉，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。谁知道，我没能兼顾到后续的长势。如今将这些花钱退给主顾们，也是应当的。我也有愧蒋军的出资。若是您想拿回本钱，撤出这单生意，我接受。你压箱底的钱都散得差不多了，怎么赔我？欢云楼的娘子们可都知道，我后院住了一个伶牙俐齿的种花女。若是因为一顿酒钱把你给逼死了，岂不是砸了我怜香惜玉的美名？做生意，不可以利为利，当以诚为利。既然蒋军你投了我这生意，我就要对你的每一枚铜板都要负责。待我赚回本钱，我立即还你。行商如作战，胜败乃常事。有了教训，改进便是。我给你投钱是为了100贯变万万贯，若是只拿回本钱，断了合作，对我而言就是亏了。是，蒋军目光长远，我定不会辜负蒋军的信任。蒋军，您看，这一片都是我培育的新品牡丹，此花颜色一绝，只是很难开花，所以进价不高。不过我已经改良了此缺陷，并且取名春意晚。我不关心它们什么颜色，我只要它们能为我挣钱。能的，这些春意晚花期长，可以一直开到芍药上市。待入秋以后，我再去挑一批上好的种苗，从头开始培植，并不会再出现移栽的风险。那我下个月的酒钱就指着你了。没问题。不过还有另外一桩赔偿，你今日就得补给我。什么赔偿？我得了条金鲫鱼，见者皆有好运。可惜呢，他胆小怕惊，我守了他1天，他马上就要出来，却被你这后院的动静给吓了回去。说说吧，怎么赔我？蒋军，你怎么时而善解人意，时而蛮不讲理呢？你这鱼跟我有何干啊？一码归一码，这可是要进献圣人的鱼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养鱼跟养花相似，环境适宜最为重要。这游鱼本来生于江河之中，不若试着给其营造熟悉的氛围，月影落幕，让他认为自己仍处在山野清泉之中，或许便可现身了。
取巧小技，人畜皆骗，果然是奸商之才。花鸟大臣不懂驯养，果然滥竽之士。你有经商之才，为商之道，不会不知道售卖鲜花成本高昂，风险甚多。为何不做其他赚钱的营生？花鸟使臣进宫弄气，自然计较美物价值。可是我养花卖花，这是因为自己喜好，随心而活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牡丹花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好之物。牡丹花娇贵脆弱，毫无用处，只是个空有美貌的玩物。至于你沉迷至此吗？不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，只要重新被插回到土壤当中，便会再次扎根，向阳而生。每每看到这些，我心中就会涌出从头再来的力量。都说有用之人方可欣赏无用之美，如此说来，蒋军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？如此牙尖嘴利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至于到底出不出得来，出得来，爸，再等一等。他是不是在这底下？好像在这边。看到了。这么小，有用吧？